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籍是《心理强大的人停止的13个习惯》。突然想问一下，大家是不是都想拥有坚强的心态呢？有了坚强的心态，生活中的各种场合都会变得顺利。相反，如果心态脆弱，生活就会陷入负面循环。我相信，想要变得心态强大的人，肯定至少有一次在网络上搜索过如何增强心态的方法。在这个频道里，我们也曾介绍过一些有关增强心态的书籍，或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看过了。当然，实践这些增强心态的方法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增强心态的方法之前，要放弃那些可能损害心态的不良习惯。今天我带来了一本充满了戒除这些有害心态的不良习惯的秘诀的书。那么，让我们立即开始，一起来探讨这本书的内容，同时享受阅读的乐趣吧。今天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获得坚韧不拔的心态的付费级超极致方法；第二部分，绝对要避免的3种毁灭性习惯导致心态崩溃。我通过实践这本书中的内容，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心态。我相信这对大家也会有所帮助，所以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首先，第一部分，获得坚韧不拔的心态的付费级超极致方法。无论是身体健康、人际关系，还是心态稳定，良好的习惯都至关重要。日常的良好习惯有助于促进我们的健康，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稳定我们的心态。然而，这些良好习惯只有在我们已经拥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能够维持这种状态时才能发挥作用。一旦我们患上严重疾病，需要住院，医院提供的饮食往往与我们平时所吃的完全不同。医院的饮食是根据您的病情而设计的，虽然这些饮食被认为是为了使您的病情得到最佳控制，但并不一定符合一般认为的健康饮食方案。比如说，如果患上了胃肠炎，通常医院会提供低纤维的饮食。一般来说，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对健康有益。众所周知，应该尽量减少食物纤维的摄入。因此，紧急情况与平时的习惯是不同的。与其养成良好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优先放弃不良习惯。根据这本书，我们往往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原因在于存在不良习惯。即使阅读了所有可以增强心态的书籍，并养成了各种良好的心态习惯，如果仍然保留不良习惯，心态就不容易变得强大。所以，请考虑一下，你最坏的习惯正在决定你的价值。作者说，不良习惯就像给身体缠上沉重的铅块，一整天都在拖着它，这会使你的步伐变得迟缓，身体疲惫，心态被摧毁。在这种状态下，即使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也无法100%地发挥出全部的力量。首先，摆脱身上的负担至关重要。现在我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个人为了减肥下定决心每天去健身房，他花了很多钱去健身房，每天都去，每次都会在那里花上大约2个小时流汗进行训练，并详细记录进展，以便了解自己的进步。然而，尽管他进行了正确的训练，还补充了蛋白质，半年过去了，体重却没有多大变化。他从未间断过1天的训练，但为什么他还是无法减肥呢？事实上，这个人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天从健身房回家的路上，他会吃大量的零食。锻炼后肚子会特别饿。这个人把甜甜圈视为对自己努力锻炼的奖励，每天从健身房回家的路上就会吃掉1打甜甜圈。那么你觉得呢？大概你们会觉得这是个笑话，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类似的行为。尽管我们在努力改善自己，但却不经意地抵消了这些努力，因为我们养成了一些消极的习惯，让他们无意识地影响我们。所以在第一部分，我们将介绍关于改善心态的首要习惯，以减少这种负面影响，并增强心态。让我们先概述即将介绍的获得坚不可摧的心态的高级付费超级方法的内容。
首先是获得坚不可摧的心态的高级付费超级方法的要点总结：一、对自己感到怜悯的人具有崩溃心态的危险特征；二、自怜导致的确凿心态崩溃问题；三、停止自怜的3种行为；四、引导人生方向的3种心态训练；五、获得无与伦比的心态的唯一且最强大的方法。强大的心态不仅能帮助克服悲伤，还是应对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力量。通过即将介绍的方法，您的心态将变得更强大，您的生活也将变得更加丰富。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详细解释每一个方法。此外，我们不仅仅介绍了如何获得坚不可摧的心态的高级付费超级方法，还提供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生活知识，让您同时学习到更多有用的内容。请务必一直看到最后。第一部分，要想获得坚韧的心态，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对自己的怜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经历各种痛苦和悲伤，虽然这种悲伤并不令人愉快，但可以说它是我们作为人类天生具有的健康反应。然而，如果我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伤和不幸之中，生活就无法向前发展了。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当你感到悲伤时，我比任何人都更加痛苦，我总是倒霉，没有人理解我的困境。最近你是否抱怨生活不公平，而羡慕其他人轻松愉快的生活，更多的关注失败和挫折？如果你有以上任何一种感受，那么你可能正处于自怜之路。然而，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自怜只会让自己感觉更糟。那些自怜的人无法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而是被命运和他人左右。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现实，尽管周围的环境无法改变，但我们仍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态度。沉湎于自怜中是一种舒适而容易的选择，但这只是在逃避真正的恐惧。此外，我们无需为自己可怜的行为负责，因为自怜只是在浪费时间，而不是面对困难。虽然时间被浪费在了徒劳的消磨中，但这样的行为只是白白浪费时间，却永远无法前进。此外，有些人会将自怜作为吸引他人关注的手段，他们会扮演可怜的角色，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和温暖。通常情况下，得到他人的关心和温暖只会在最初阶段出现，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会向那些长期沉溺于自怜之中的人伸出援手。总的来说，自怜并不会带来任何长期的好处。接下来，我们结束对第一种自怜的危险特征的解释，转入下一个话题。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介绍获得坚不可摧的心态的高级付费超级方法的第二部分：自怜导致的确凿心态崩溃问题。自怜的习惯会带来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浪费时间。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沉湎于自怜之中，实际上只是在逃避面对困难，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如果你总是停滞不前，白白浪费时间，那么你本可以更早地面对问题，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解决。沉溺于自怜之中，你将无法跨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此外，一旦被自怜所左右，会导致愤怒、敌意、孤独等负面情绪的增加，而这些负面情绪往往会变成现实，使你陷入更加痛苦的生活境地。你将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问题和失败会不断积累，进一步加深自怜情绪，形成恶性循环。此外，习惯于自怜会让你忽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假设今天你经历了5件好事和1件不好的事情，自怜的人往往只会关注那1件不好的事情，而完全忽略前5件好事。正如我之前所说，总是抱怨自怜的人会逐渐失去他人的好感。谁会喜欢一个不断吸引别人注意力，却总是表现出可怜样子的人呢？可以看出，沉湎于自怜之中存在许多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获得坚不可摧的心态的高级付费超级方法的第3部分：停止自怜的3种行为。那些经常自怜的人应该如何才能锻炼出坚强的心态呢？要摆脱自怜的情绪，首先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停止沉溺于这种思维。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如我刚才所说，
自怜的生活方式给人带来极大的舒适和满足感。许多因交通事故等不幸命运导致半身不遂等的人，往往会对人生感到绝望，沉溺于电视或游戏等堕落的生活中。这种自堕落的生活往往是自怜心所导致的。也有些人能积极面对逆境，努力不懈，将不幸的命运视为一种挑战，并积极地看待自己，认为自己是生存者而非受害者。停止自怜的人通过超人的努力和动力，能够拥有坚不可摧、健康的心理。那些自怜的人和能够将悲惨命运转变为机遇的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这样坚韧的心态呢？要摆脱自怜的习惯，行动至关重要。其中一种行动是参与有意义的活动。通过帮助他人，我们的心情自然会变得明朗起来。通过全力工作来帮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我们可以俯瞰自己的问题，放下自怜的习惯。另外，对他人展现善意也是一种有效的行动。善行会使每一天都变得有意义。此外，锻炼身体也很重要。运动能够让我们将注意力从自己的烦恼中转移出来。通过运动或开始新的爱好等行动，我们的心态也会改变。以上就是关于摆脱自怜的3个行动的解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吧。为了获得坚强而稳定的心态，这就是我们所提供的高级付费超级方法的第4个部分，引导人生方向的3种心态训练。通过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态会逐渐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时，我们会意识到，即使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也一定存在积极的一面。比如，当询问单亲孩子父母离婚后最好的事情是什么时，大多数孩子都会说增加了圣诞礼物。尽管父母的离婚通常带来负面影响，但对于那些不自怜、积极的孩子来说，礼物数量增加了1倍，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训练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看到积极面的方法之一是通过积极的表达方式。这种训练是一种著名的方法。您可能已经了解，当杯子里只有1半水时，倾向于消极思考的人会认为杯子里只有1半水。但这时，请尝试用积极的方式来表达它。也就是说，希望你能将杯子里还有1半水的情况转变成积极的说法。通过养成将消极言语转化为积极习惯，我们自然会摆脱自怜的心态。另外，鼓励自己取代自怜也是很重要的。然而，我们人类都不擅长鼓励自己，相反，我们更擅长鼓励别人。当自己遇到困难时，想象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最好的朋友身上，我们会如何安慰他们？我们不会对自己最重要的朋友说：“你的人生真是糟透了，无论做什么都不顺利吧。”相反，我们会鼓励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定没问题的。”我希望你们也能直接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为了停止自怜，寻找能够克服困难的客观依据也至关重要。自怜情绪源于缺乏面对问题的信心，缺乏解决问题的信心会使人感到无法克服困境，担心被问题压垮。这时候，可以通过使用手机或向他人求助来寻找客观解决问题的线索。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坚实而可靠的客观依据将成为让我们停止自怜的最佳疗法。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介绍获得坚强而稳定心态的高级付费超级方法的第5部分，获得无与伦比的心态的唯一且最强大的方法。通过之前提到的行为和心理训练，逐渐释放自己对自己的怜悯之情。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独特而最为强大的方法，那就是尝试去发现并感恩你认为理所当然的小幸福吧。可以在早晚诉说感恩之情，或者写下感恩日记。如果你不知道要感恩什么，询问朋友或家人他们感恩的事物也是有效的。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感激着伴侣、宠物等各种事物。研究表明，将注意力从自身痛苦转移到感恩之中，会给心理带来巨大的改变。根据长期的研究，我们知道，每天找到1点值得感恩的事情，就能带来强大而积极的心理变化。
此外，根据2003年发表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专业杂志上的研究，感恩的心态不仅对心理健康有益，还对身体健康有积极的影响。感恩的人具有更强的免疫力、更低的血压，并且更不容易生病。此外，他们的睡眠时间和质量更好，醒来时感觉更爽快。通过感恩，我们可以进一步唤起积极的情绪，并进入积极思维的循环。因此，经常感恩的人据说更容易经历幸福和满足感。感恩还可以改善您的人际关系和社交生活。与经常愤怒的人相比，经常说谢谢的人的人际关系自然更加和谐。对于那些倾向于自怜的人，请尝试将自怜之情转化为对他人的感激之情。只要这样做，您的生活将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接下来，在第二部分，我们将介绍另外3种需要立即放弃的习惯来锻炼心态。首先，让我们概述一下绝对需要避免的3种毁灭性习惯：一、将自己的力量交给他人；二、因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困扰；三、因害怕风险而逃避。那我们就分别针对每一点具体解释一下。首先是绝对要避免的破坏性习惯之一，那就是把自己的力量交给他人。在增强心理素质的过程中，要摒弃的一种习惯就是把自己的能力交给他人。这可能有些抽象，我举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您是否曾因他人的建议而改变生活目标？又或者是否有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去做某事，但最终还是屈服了呢？生活是否充斥着不得不做的事情，而非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情况，那可能意味着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力量的习惯，放弃自己应该做或想要做的事情，而去顺应他人的需求。坚持自己的力量意味着不受周围环境或他人的左右，而是坚定地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并充满信心。害怕被他人厌恶而无法拒绝，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力量和责任交给了他人，这是不应该的。这样放弃自己力量的人，往往连自己的情绪都受他人操控。正如第一部分所述，我们的行为对心理有着重大影响，因此那些让他人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最终会发现，连心理也会受到他人的控制。此外，让自己的价值由他人来决定，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别人来决定，你可能会感觉自己毫无意义。受到他人评判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到你自己，也会波及到你周围的人。因此，无论是哪种人际关系，都很难感到满足。当你放弃了自己的力量时，你将不再掌握自己生活的舵，而是成为他人生活的乘客。即使你其实并不愿意这样，却把一切都归咎于别人。口头禅变成了因为某某而感到难过，或因为某某的错，责任也逐渐不再落在自己身上。因此，对于那些倾向于放弃自己力量的人来说，重要的第一步是停止使用受害者语言。你是否经常使用像被某某伤害或因为某某而感到难过这样的词语？当某人使你感到难过时，你是否真的被迫接受他们的情绪？实际上，你感到难过的是自己，不是吗？又或者是因为某人而陷入了自我厌恶？大家真的会因为某人而陷入自我厌恶吗？其实，陷入自我厌恶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通过承担起自己情感和行为的责任，而不是责怪他人。我相信我们可以重新掌握人生的方向，重新获得自己的力量，我们就能够重新掌控人生的舵。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朝着目标前进，不受他人眼光的影响，走自己的路。这样我们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选择的事情中，将时间和精力100%地投入其中。如果感觉受他人控制，请务必重新审视自己的受害者语言。以上就是关于将自己的力量交给他人的第一个话题的解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下一个话题吧。是为无法解决的事情而烦恼，要拥有坚韧的心态，务必戒除这种习惯。刚才我们提到，通过掌握自己人生的方向，可以走上直路，但在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些无法掌控的事情。当你的船被卷入汹涌的海浪中，
遇到无法控制的灾难时，强行调整方向也毫无意义。你是否曾经在面对这些无法解决的麻烦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或许你也曾试图改变那些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人，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在生活中，我们无法控制每一个情况，每一个人。事实上，我们能够实现自己100%的意愿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因此，我们应该只掌握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其他的就放手吧。为那些无法自己解决的事情而烦恼是浪费时间，因为无论你是否烦恼，结果都不会改变。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只为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而烦恼吧。解决自己能够处理的问题是非常有效的，也是掌握人生的好训练。你觉得呢？现在我们结束了关于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烦恼的第2个话题。接下来我们继续第3个话题，因害怕风险而逃避。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戒除习惯是避免冒险。在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风险层出不穷，包括经济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而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对风险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你们中是否有人有以下情况：当事情变得重要时，却无法做出重大决定，虽然有梦想，但却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在考虑某个决定时，越想越焦虑，以至于冲动地做出决定或听从他人的决定，脑海中只浮现出一种罪恶的情节，因为害怕而避免各种风险。可以说，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逃避风险的表现。如果你们中有人有任何一个情况，那就意味着你们在面对风险时选择了闭眼忽略，而没有去计算它。这样一来，你们就将风险推迟了，因为害怕去直面它。当然，这样做只会让风险变得更加严重，因此你们会感到越来越害怕。人类天生就害怕自己无法理解或看不见的事物，所以当我们逃避风险时，我们对风险的恐惧只会增加。然而，通过适当的训练，我们是可以准确计算风险的。直面风险只是我们后天获得的技能之一。为了准确计算风险，我们需要在概率上预测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影响有多大。在行为经济学中，人类往往倾向于高估负面结果的影响，并因此感到极度不安，导致思维停滞。大多数人并没有习惯去计算风险，而是凭借情感和习惯做出决定。比如开车时，大家会选择以多快的速度行驶呢？加快速度可以缩短行程时间，但同时也会增加遭受事故或被罚款的风险。很少有人会客观地权衡这些利弊并进行计算。是否遵守限速通常受当时的情绪和平时的习惯影响。大多数人的行为原则是：如果感到恐惧，就会降低风险；如果看到利益，就会忽视风险。情绪和习惯会干扰我们对风险的准确评估，因此在计算风险时，我们需要客观的行事，不受情绪左右。在某种情况下，你所经历的风险程度是你自己的，因为拥有和失去的东西因人而异。因此，请尝试问自己以下问题，以评估即将承担的风险：承担这个风险实际上可能造成什么损失？承担这个风险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利益？有哪些经济选择？承担风险可能带来的最佳结果是什么？另一方面，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今天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5年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你们现在会如何呢？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并记录下客观的答案。如果你发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客观事实来正确评估风险，那就需要收集更多信息。通过积累客观事实，你们将养成客观评估风险的习惯。这样一来，你们就能够抛弃逃避风险、规避风险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客观地评估风险，你们也将有机会迎接真正的机遇。请务必勇敢面对正确的风险，引领自己的生活走向成功。无论你身处何地，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都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定前行。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